在今年北戴河休养这个高度敏感的时期，习近平后院失火了吗？今天有个炸裂的消息说，现任的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反袭了。但问题是，他靠啥反？造反政变你得有自己的马仔呀！中央警卫局他能调动吗？他嫡系的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美西时间8月4号，今天早晨呢，好几个人在后台问我说：“张生民反袭了，你信不信？”我不告诉你我的结论，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件事儿展开，您自己下个结论。根据他们的叙事啊，现在的胡锦涛、温家宝开始在斗习了。既然在常委会上，或者说北戴河期间想要拿下习，无论是政变呢，还是这个柔性的政变，你首先啊必须得有兵。根据他们的叙事，在军中有一个人物，就是原来已经退休的上将刘源，是振臂一呼，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啊反袭了。今天咱们来分析这两位军中的战力如何，这也直接决定着本次政变有可能失败还是成功。首先说啊，现在的张生民他自己有没有嫡系部队？咱们来捋一下他的程序啊，实际上就两个关键的10年。他呢是1958年生人，陕西武功人，也就是老习的老乡之一，这个算是根正苗红，靠谱吧。一开始啊，他就是个战士，后来提干到了排长。虽然说后期他曾经参加过中央党校的学习，那都是候补的，大概率啊，他应该是个平民家的孩子啊，靠当兵提干的。那提干以后指挥过军队吗？咱们再往下看，排长干得不错啊，应该说人际关系搞得不错。他调入了机关，担任一个团的组织干事。这组织干嘛的？扒拉人头的，是负责考察干部的。后期一直干到什么呢？干到了团级。最关键的环节啊是后期。他这个47军属于当时的兰州军区，这个部队啊常年驻扎在临潼，也算是这个习仲勋的老部队之一吧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他真正腾飞啊，或者说干出点名堂，那已经到了2004年了。他呢一直干了10年，到2014年只干了一件事，在2炮里边当政工干部。无论是政治部主任、副主任啊、副政委、政委，一步一个台阶，一直干到了政委。他是在哪儿？大家记住，是2炮，就是现在的火箭军。那最后啊，他真正的进入中央的中枢，调到北京来工作，或者说进了军委大院，那已经是到了2015年以后了，也就是习掌权的时候，让他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负责什么呀？管理干部的审查审计，说到底就是打手。谁反袭，谁不听话，你查谁，佛反正给了你这个军纪委书记的职权了。现在他之所以能升到这个军委副主席，官至上将啊，那也就是干的这个活。大家对他已经应该有一个轮廓了。10几年在边远的部队啊做政工，然后呢到军委机关一直整人，整了10年，应该说得罪的人是很多的。至于说他培养的人呢，您自己选。好，一直到后期啊，我们必须给他做一个结论：习用他，但是并不防他。原因是你的手下根本就不是像张友侠、刘振立那样，你有自己的铁班底，有指挥才能的人，没有。他培养的人是什么人啊？那是小打手，那小的查别人的，那只能是一堆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。在2025年，他终于升上了副主席了。今年的年龄呢是68岁，按照中共的内部，他作为政治局委员，明年是7上8下了。当然年龄虽然下，但是我感觉呢，他极有可能会在超期服役那么几年。至于能不能善终啊，
那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好，那我们说了，他的战斗力你已经有数了，是个正宫整人干部起家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他重要的部队啊，现在已经拆散了。47军后来在军改期间是一分为二，一部分留在陕西，另外一部分啊西上，直接到了甘肃兰州了。有一些呢还去了这个四川一带。你看自己的老班比20年前的还能不能跟他，这都是个未知数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说一下，他仰仗了谁呢？根据那些人的叙事啊，他投靠了刘元，就是刘少奇的儿子。那刘元，我感觉虽然说你听起来名气比较大，那我们看他战斗力如何？刘元呢是51年生的，今年已经是75岁的高龄了。他呢实际上前半生还是非常顺的，因为在1992年以前，他已经在41岁的时候担任了河南省副省长，中管干部已经是副部级了。如果他不调入部队啊，我感觉干的副总理啊问题不大，毕竟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。中共啊要补偿一下刘少奇，就那么把人家弄死了，对吧？给孩子多少给个副国级吧。但是啊，命运弄人，他实际上也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。那时候的掌权的实际上是邓小平，前台是江泽民。那时候搞了一个军地的融合，为啥要这么干呢？很简单，武警部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活呢是搞内部镇压，还有一个是大型的工程，比方说三峡。既然说三峡要上了，这种工程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差池，那谁来干？武警去干，武警属于自己人呐，比那些包工屯啊干活要细致的多。所以说，他把副省长，河南省副省长刘源调到了武警水电部队担任副政委。你看他干了多久？10年啊，一直是干那个三峡大坝的。他手下的人会打仗吗？不会，但是会修水坝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他实际上是到了2003年到2015年，整整12年。后来又干嘛呢？大坝修完了以后，就到了总后勤部担任政委。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，升他为上将的已经是胡锦涛了。当时的军委副主席，一个郭伯雄，一个徐才厚。但是你也想不到，刘源干了一件啥事呢？我感觉啊是有点欠考量，就是他投靠了习近平。习近平2013年这个掌权的时候，他作为总后勤部的政委，他认为自己的小兄弟掌权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往上抬一抬啊？因为他既不是中央军委委员，也不是政治局委员，他就帮助老习干了一件事儿，就是清除军中江派的人马。这人马代表人物是分管作战的郭伯雄，第二呢就是分管政工的徐才厚。当然突破口是从走后勤部的这个副部长谷金山拿下了。谷金山确实贪了不少钱，也给别人送了不少钱，那一打的肯定全招了，招完了以后俩副主席干掉了。所以说啊，他完成了这件事以后，历史任务完成了，他以为可以升，至少你让我进中央军委委员吧，或者让我干一个军委秘书长吧。但是老习啊，他有自己的考量。我分析啊，主要是3个。第一个，功高震主，你的名望是原来国家主席的儿子，我只是一个副总理习仲勋的儿子，你出身比我还红啊！我要用你的话，那你能听我的吗？你又干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完成任务您就走人。第二个方式啊，习他自己的考量呢是，你把2个山头拿掉了，如果说大家都怕你，你不就成了新的山头了吗？所以说山头也不允许出现。第3个原因啊，习他想用自己的班底，有2个，一个是他陕西老家的人，就是原来习仲勋曾经管理过的部队的人。第二呢，就是他在福建任职期间认识了一些原来什么41军的人，他比较熟。你看人家有自己的班底，所以最后中刘源落了一个什么下场啊？兔死走狗烹。
也就是2016年，老习掌权3年，任务一完成，他就直接完成了退役。什么概念？脱军装了。军队的事儿，你一句话说不上来，你身上没有军衔了，直接去了全国人大财经委担任了一个副主任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实际上，公职也很快结束了，那就是2023年，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公职，全国人大也没有了，退休了。是个平民，是个老百姓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能想到刘源一场空，这个有点像他的老爸刘少奇。刘少奇是第一个在延安喊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人呐，毛泽东万岁是他提出来的。当然了，老毛也没亏待他，让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。后来啊，他确实有点飘了。人民日报在5·1的时候挂了2张相，2个巨幅的画像，一个是党主席毛泽东，一个是政府主席刘少奇。这老毛一看这个，你是想给我一字并肩王啊？国无二主啊，是天无二日啊，那我只能把你干掉。所以后来发动文革啊，把他干掉，最后不明不白的在开封死了。据说死的时候名字都叫刘卫煌，拉他的车子呀，那腿都拉在外边，说明什么呢？赤身裸体啊，就那么走了。这个事儿啊，有时间咱可以专门聊一期。所以你看，刘源也落了那么个下场，他爸被这个老毛玩了一场，最后送命了；他被老习玩了那么一场啊，彻底沦为老百姓了。在节目最后，如果某些人讲的叙事真的成立的话，军中反习的力量如果真的要推一个共主的话，通常他们不会推一个政工干部，尤其已经是个老百姓了。他们如果真的那么想干，我倒给他出个主意，应该把现在狱中的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友侠、刘振立弄出来。毕竟他俩人啊，真的有自己的班底，有自己的人马。老习至少目前啊还没有完全肃清呢。好吧，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啊。至于说信和不信，您自己定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评书演绎和现实之间啊，咱必须得分清楚。您说是吗？好，欢迎关注大卫看世界和大卫观点2个频道，咱们经常都有更新。明天再会。